在这片北回归线穿越而过的温润之地，季风是永恒的信使，它从遥远的海洋吹来，越过起伏的丘陵，将湿润的水汽慷慨地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南宁，这座被世人唤作绿城的都会，便是在这浩荡的绿意中生长起来的。这里没有北方冬日的凛冽与肃杀，也没有西部荒漠的苍凉与孤寂。在这里，生命以一种近乎肆意的方式蓬勃舒展，绿色不仅仅是一种色彩，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呼吸的节奏，一种覆盖了钢筋水泥森林的原始生命力。这里是爱旅游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今天爱旅游为您盘点南宁必去的10大景点，让您在规划旅行时有更明确的方向。当阳光穿透亚热带厚重的云层，金色的光束便在邕江的水面上跳跃，如同无数细碎的钻石在流淌。我们邀请你，在这个喧嚣与浮躁并存的时代，暂时关闭外界的纷扰，让感官随着文字的指引，深入这片土地的肌理。这是一场关于视觉的远行，是一次跨越经纬的云端漫游，更是一场在这座绿色迷宫中寻找心灵归途的沉浸式体验。1. 方特东蒙神话。如果时间是一条长河，那么在这里，河流发生了奇妙的折叠；如果空间是一张地图，那么在这里，国界线被艺术的手笔悄然抹去。走进方特东蒙神话，你并非走进了一个游乐场，而是走进了一部关于东南亚文明的宏大立体史诗。这里拒绝了廉价的微缩景观，拒绝了那种一眼便能看穿的虚假，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尺度与细节近乎偏执的还原与致敬。当那座仿若从柬埔寨丛林深处搬移而来的吴哥建筑群伫立在你面前时，一种巨大的来自于历史深处的静默感会瞬间击中你的心脏。粗粝的巨石表面，设计师刻意保留了风化的痕迹，仿佛每一道裂纹里都藏着几个世纪的雨水、尘埃与青苔。那些层层叠叠的回廊，在正午强烈阳光的直射下，切割出深邃而锐利的光影。石柱上繁复的浮雕，诉说着印度教神话中搅拌如海的壮阔传说。每一尊阿修罗与天神的表情都栩栩如生，带着一种穿越千年的凝视。当你站在这些巨像的脚下，仰望那直指苍穹的石塔，你会感到一种来自古代文明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并非来自恐惧，而是来自人类在浩瀚时间面前的渺小。那一刻，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你仿佛真的置身于那个被热带丛林吞噬的失落帝国，听得见远处湄公河沉重的涛声。而当你转过身，视野瞬间被另一种极致的色彩所占据，那是泰国大皇宫风格的建筑群，金与红，这两种最具张力的色彩在这里达成了完美的统治。在亚热带湛蓝如洗的穹顶之下，金色的塔尖熠熠生辉，仿佛要刺破苍穹，与太阳争夺光辉。这种极高饱和度的色彩冲击，是东南亚文明对于光与热最直接的歌颂。屋檐上那些向上翘起的飞檐，如同神鸟的羽翼，轻盈而庄严。墙面上镶嵌的彩色玻璃与琉璃，在阳光下流淌着斑斓的光芒，每一片瓦当，每一处雕花，都仿佛在诉说着暹罗古国金碧辉煌的繁华旧梦。这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一种对热带民族热情、虔诚与想象力的隐喻。在这里，色彩是有温度的，建筑是有呼吸的，它们共同编织了一个关于异域的绮丽幻境。绚烂的烟火在塔尖绽放，刹那的光明照亮了沉睡的佛像与宫殿，光影在石壁上流转，将古老的轮廓勾勒得如梦似幻。在那一刻，古老与现代，静穆与喧嚣，神话与科技，在同一片夜空下达成了奇妙的和解。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也是南宁献给夜空最宏大的诗篇。2. 青秀山。城市是人类用理智构建的堡垒，充满了直线与规则，而山林
则是自然给予感性的自留地，充满了曲线与自由。在南宁这座城市的腹地，青秀山如同一块巨大的、温润的翡翠，镶嵌在钢筋水泥的包围圈中。它是这座城市的肺叶，每一次吞吐，都让南宁的空气里充满了负氧离子的甘甜与草木的清香。让我们放轻脚步，走进这片绿色的深处，去触摸那些比人类历史更为久远的生命。这里是阴生植物园，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一个光影的魔术剧场。当你踏入这片区域，光线瞬间变得柔和而迷离。热带雨林特有的高大乔木撑起了巨大的绿色穹顶，将烈日过滤成细碎的金斑，洒落在布满苔藓的石阶上。四周弥漫着一种远古的气息，巨大的苏铁与梭罗，这些与恐龙同时代的活化石在这里静默地生长。它们舒展着羽毛般巨大的叶片，姿态苍劲而古朴，仿佛在诉说着亿万年前的地球往事。定时的喷雾系统启动了，白色的水雾在林间升腾弥漫，与穿透树冠的光柱相遇，产生了奇妙的丁达尔效应。光有了形状，如同一道道通往天界的阶梯。行走期间，湿润的水汽轻轻拂过脸颊，你仿佛变成了一株植物，在这里自由地呼吸、拔节、生长。每一片叶子都在呼吸，每一滴露水都在闪光。这里没有尘世的喧嚣，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粹的律动。穿过林间的幽静，视野豁然开朗，一片静谧的水域在眼前铺陈开来。这便是水生植物园。如果说阴生园是立体的雕塑，那么这里便是一幅流动的印象派油画。一池碧水，波澜不惊，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天光云影。睡莲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粉色、紫色、白色、黄色的花瓣在光影的抚摸下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质感。它们或含苞待放，如羞涩的少女，或热烈盛开，如华贵的妇人。宽大的叶片铺满了水面，偶尔有几滴水珠在叶面上滚动，晶莹剔透。岸边的垂柳将柔软的枝条探入水中，微风拂过，荡起层层涟漪，打碎了倒影，又在波纹中重组。这场景像极了莫奈笔下的吉维尼花园，却又多了一份东方的禅意与含蓄。在这里，审美不再是刻意的堆砌，而是对自然本真姿态的尊重与还原。每一株植物的位置，每一块石头的摆放，都显得那么恰当，仿佛它们天生就该在那里。这是一种高级而克制的美，不张扬，不喧哗，却能直抵人心。循着若有若无的钟声，我们向山顶攀登。随着海拔的升高，视野逐渐开阔，城市的轮廓在远处若隐若现。观音禅寺的黄墙黛瓦在苍翠的林海中显得格外醒目。那明亮的黄色是大地与阳光的颜色，在绿色的包围中透着一种庄严与温暖。这里的香火不带尘世的烟火气，而更像是一种精神的寄托。飞檐翘角的建筑承袭了唐宋的遗风，线条流畅而有力。当你在山巅伫立，手扶栏杆，回望脚下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都已化作无声的背景。山风掠过，松涛阵阵，与寺庙的晨钟暮鼓遥相呼应，洗涤着每一颗疲惫的心灵。青秀山，它不只是一座地理意义上的高地，它是这座城市关于美、关于自然、关于宁静的最高信仰，是所有都市人得以栖息的精神家园。3. 南宁园博园。真正的美往往诞生于剧烈的冲突与深刻的治愈之中。南宁园博园与其说是一座展示园林艺术的博览园，不如说是一次大地自我疗愈的壮丽实验，一场关于毁灭与重生的深刻对话。曾经，这里是废弃的采石场，工业的挖掘机曾在这里轰鸣，炸药曾在这里爆裂，大地裸露着灰白的岩石，如同无法愈合的伤口，由于人类的索取而变得千疮百孔。然而，设计师的智慧之手并未试图掩盖这些伤痕，而是以一种悲悯而艺术的视角，
将它们转化为了最独特的风景。这便是著名的矿坑花园。当你站在蜿蜒的木质栈道之上，抬头仰望，依然能看到那粗粝陡峭的岩壁，它们保留着开采时的原始切面，记录着工业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掠夺。但此刻，这些岩壁不再显得狰狞。清澈的瀑布从断崖顶端飞流直下，水声轰鸣，如同一首激昂的交响乐，冲刷着过往的尘埃与伤痛。水流汇聚成潭，碧绿深邃，宛如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谷底。栈道如游龙般穿梭在水面与崖壁之间，连接着破碎的地貌。植物顽强地从岩石的缝隙中生长出来，垂挂的藤蔓柔化了坚硬的线条。工业的废墟感与新生的自然绿意，在这里形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对视。行走在水面之上，触摸着岩壁的纹理，你会感受到一种废墟重生的力量，一种带有痛感的美学。这不仅是景观的修复，更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与和解。将视线放宽，漫步于园区的其他角落，你会发现这里是一本活着的建筑图谱，是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域文化的微缩切片。罗汉松园里，每一棵树的姿态都经过了岁月的雕琢，求枝盘曲，苍劲古朴，配合着白墙灰瓦的建筑，留出了大片的中式留白。这种留白不是空洞，而是给予想象的空间，让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学会停顿，学会呼吸，学会在空白中寻找意义。而各个城市的展馆则像是一颗颗散落在绿海中的珍珠，从北国建筑的厚重沉稳，到江南园林的灵秀婉约，从岭南建筑的通透轻盈，到少数民族赣蓝式建筑的独特风情。建筑的线条与天空的轮廓勾勒出一幅幅精妙的画卷。在这里，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木都在恰当的位置，等待着懂它的人。这不仅是植物的博览，更是人类建筑智慧与自然生态的一次深情拥抱，是对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一次深情礼赞。4. 龙门水都。如果说城市中心是入世的繁华，是理性的秩序，那么龙门水都便是出世的幽居，是一场关于江湖的绮丽梦境，一段遗落在山谷里的旧时光。这座依山而建的庞大建筑群，藏在蜿蜒的山谷之中，仿佛是为了躲避尘世的喧嚣而特意隐匿于此。它并未遵循现代建筑那种平直高效的逻辑，而是顺应山势，层层叠叠，错落有致，飞檐翘角，雕梁画栋，仿佛是从悬崖峭壁中生长出来的空中楼阁。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那座横跨两山之间的玻璃悬索桥，它如同一道透明的丝带，悬挂在云端，连接着现实与幻想。当你鼓起勇气踏上桥面，透过脚下的玻璃俯瞰，是百米深渊，是郁郁葱葱的树冠，抬眼望去，身侧是流动的云雾，耳边是呼啸的山风。在那一刻，人类是如此渺小，却又因着高度而获得了俯瞰天地的自由与豪情。然而，龙门水都最迷人的时刻属于夜晚。红色的光晕染红了夜空，将整个山谷装点得如梦似幻。恍惚间，你仿佛误入了宫崎骏笔下千与千寻的神灵居所，那个充满了神秘与奇遇的异世界，又仿佛穿越回了那个策马扬鞭的武侠世界。在那灯火阑珊处，或许正有一位侠客在把酒临风。亭台楼阁在光影中影影绰绰，倒映在山间的水池中，波光粼粼，虚实难辨。山风吹过，灯影摇曳，仿佛在低声细语。虽然在某些角落你能看到岁月剥蚀的痕迹，木头有些陈旧，漆色有些斑驳，但这并非破败，而是一种真实的质感，一种活着的证据。它像一位隐居山林的老者，虽不修边幅，衣衫略显陈旧，却藏着满腹的故事与传说，静静地等待着知音的造访。在这里，你可以暂时忘却身份与姓名，只做一个山水间的过客，在这一盏盏红灯笼下寻找久违的感动与宁静。5. 亭子码头。水
是城市的血脉，它滋养了生命，也承载了记忆；而码头是城市的眼睛，它注视着离别，也守望着归来。邕江，这条孕育了南宁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在夜色中缓缓流淌，带走了时间的泥沙，沉淀下历史的倒影。而亭子码头便是这漫长江岸线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这里曾是商贾云集的繁华渡口，见证了无数舟楫的往来与货物的吞吐。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为了城市新文化的时尚地标。不同于白日的喧闹与直白，夜晚的亭子码头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气质。那座哥特风格的城堡建筑在夜幕的衬托下，褪去了白日里稍显突兀的现代感，展现出一种童话般的庄重与华丽。尖耸的塔尖刺向夜空，巨大的拱门如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金色的灯光勾勒出城堡的轮廓，将其从黑暗中剥离出来。辉煌的灯火倒映在宽阔的邕江水面上，随着水波的起伏而破碎重组，流光溢彩，如梦似幻。江水无声地流淌，拍打着岸边的阶梯，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仿佛在吟唱一首古老的歌谣。江风习习，带着湿润的水汽，吹散了白日的燥热。漫步在江畔的亲水平台上，看着游船缓缓驶过，留下一道道长长的涟漪，船上的灯光与岸边的灯火交相辉映。这座城堡像是一座守望的灯塔，照亮了江行的船，也照亮了岸边人的梦。有人说，这里适合编织在逃公主的童话，适合拍摄一张张精美的照片，去朋友圈里展示生活的精致。但在我们看来，它更像是一个关于停留的隐喻。在这个流动的世界里，江水是匆匆的过客，一去不复返，而建筑是永恒的守望，静默伫立。看着江水东去，看着对岸灯火阑珊，你会明白，无论走多远，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迁，灯火升起的地方便是心安之处。亭子码头用一种近乎浪漫的方式，将异域的风情与本土的情怀融合在一起，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温情与守候，成为了邕江边一道温柔的注脚。如果说山川与神殿是这座城市宏大的骨架，那么街巷与灯火便是它流动的血液。我们走过了自然的奇观，穿越了神话的幻境。此刻，请随我们一同跌入凡尘，去探寻那些藏在青砖黛瓦下的旧梦，去迷失在霓虹闪烁的夜宴，去聆听那些被遗落在城市边缘的静谧回响。这是一场关于人的旅途，关于记忆、欲望、孤独与日常的深情注视。6. 三街两巷。在南宁最繁华的心脏地带，在这座城市不断向上生长的钢筋水泥森林中，藏着一片时间的低地。这里是三街两巷，它像是一个被刻意保留的逗号，让急速奔跑的城市叙事在这里有了一瞬间的停顿。当我们拨开朝阳广场汹涌的人潮，跨过那道看不见的界限，喧嚣似乎在刹那间被某种古老的气场过滤。映入眼帘的是漫天的青砖与黛瓦，这不是影视城里那种轻薄的布景，而是真正承载过数百年风雨的机体。宋代的城墙遗址沉睡在地下，明清的建筑规制耸立于地上。这里的每一块青砖都带着湿润的凉意，仿佛封存着雍州古城的记忆。每一盏高挂的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都在试图唤醒这座城市关于年、关于家、关于团圆的古老基因。走在磨得发亮的石板路上，你的脚步声会变得空灵。哪怕周围是几十层高的摩天大楼，它们如巨大的屏障般将这片低矮的街区围在中央，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压迫与时空错乱感。但这恰恰是它的迷人之处。这是一种围城般的隐喻，墙外是现代化的效率与冷峻，墙内是旧时光的温吞与缱绻。你在这里能闻到气味，那不仅仅是潮湿的苔藓味，更是一股浓烈的直抵灵魂的酸笋与豆豉的香气。那是老友粉的味道，是南宁人刻在味蕾上的乡愁。在这狭窄的巷弄里，
热气腾腾的白烟从老字号的窗口飘出，与红灯笼的光晕纠缠在一起。食客们不分贵贱，坐在矮凳上，大口吞咽着这座城市的热情与爽朗。这便是烟火气，它不抽象，它是具体的、滚烫的，甚至带着一点点呛人的真实。这里适合怀旧。你会看到身着旗袍的女子撑着油纸伞在斑驳的木门前伫立，你会看到穿着汉服的少年折扇轻摇，试图在现代的缝隙中寻找未尽的风度。尽管抬起头，视线会被逼仄的天际线切割，无法看到完整的苍穹，但这种局促感反而酿造出一种独特的古早味。它像是一张泛黄的旧照片，被夹在崭新的时尚杂志里。它提醒着我们，无论这座城市跑得再快，它的根依然深植于这片青砖黛瓦的土壤之中。在这里，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文字，而是你可以触摸的墙面，可以品尝的味道，可以融入的风景。7. 南宁之夜。当夜幕彻底降临，城市的另一种人格开始苏醒。如果说三街两巷是内敛的、怀旧的，那么南宁之夜则是张扬的、躁动的，属于当下的多巴胺狂欢。这是一条纯粹为夜晚而生的街道，一条用光影堆砌起来的银河。尚未走近，你便会被那扑面而来的光浪所吞没。这里没有黑夜，数以万计的灯带、射灯、屏幕将这里照得如同白昼，甚至比白昼更加刺眼，更加绚烂。巨大的艺术装置伫立在街头，有的形如神兽，有的状似机甲，它们在程序的控制下变换着色彩，发出机械的轰鸣。这是一场视觉的暴击，一种近乎赛博朋克式的未来图景。在这里，美学被重新定义，不再是留白与含蓄，而是填满与冲击。所有的空间都被色彩填满，所有的角落都被音乐填满。你是观众，也是这庞大舞台上的一员。身穿奇装异服的表演者在人群中穿梭，喷火的艺人点燃了空气的热度，电音舞台的重低音轰炸着你的耳膜。这是一场感官的盛宴，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感官的过载。或许对于寻求宁静的人来说，这里显得过于喧嚣，过于花里胡哨。那种高饱和度的灯光，密集的商业摊位，巨大的雕塑，带着一种并不掩饰的商业野心。它缺乏古典园林那种移步换景的幽深，缺乏自然山水那种洗涤心灵的空灵。它直白地展示着现代人的欲望，对热闹的渴望，对美食的渴望，对视觉刺激的渴望。但是存在即是合理。在这条流光溢彩的街道上，你看到的是无数张快乐的脸庞。年轻的情侣在霓虹灯下牵手，孩童在巨大的气幕前欢笑，疲惫的上班族在这里卸下面具，随着音乐摇摆。它像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吸收着城市的孤独，释放着廉价但及时的快乐。如果你愿意放下审视的眼光，仅仅是作为一个凑热闹的凡人，融入这片灯海，你会发现这种极致的喧闹也是一种治愈。它是这座城市在深夜里发出的一声呐喊，证明着它依然年轻，依然滚烫，依然不知疲倦。8. 相思小镇。离开喧嚣的中心，我们前往城市的边缘，去探访一处名为相思的地方。相思小镇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淡淡的愁绪与等待。当你踏入这里，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反差。这里没有市中心的拥挤，没有南宁之夜的嘈杂，甚至连人影都寥寥无几。这里是一座精心编织的侗族风情梦境，高耸的鼓楼直插云霄，飞檐重叠，气势恢宏。风雨桥横跨在静止的水面上，长廊蜿蜒，每一根柱子，每一片瓦当都雕琢得精美绝伦。建筑本身是美的，美的工整，美的标准，美的像是一幅教科书式的民俗画卷。然而，这种美因为缺乏人气的流动而显出一种奇异的标本感。走在宽阔的石板路上，你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
两旁的店铺大多紧闭门扉，偶尔几家开着的也透着慵懒与闲散。风吹过鼓楼的铃铛，发出清脆而寂寥的声响，那是这里唯一的乐章。这里像极了一个巨大的影视基地，布景已经搭好，灯光已经就位，所有的道具都精致逼人，唯独缺席了演员和观众。但这恰恰赋予了相思小镇一种独特的、略带忧伤的审美价值。它像是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孤岛，或者一个被按下了暂停键的世界。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或者是一个寻找情绪片的摄影师，这里将是你的天堂。你可以独占整座风雨桥，看着夕阳在空无一人的长廊里拉出长长的影子。你可以坐在鼓楼的台阶上，对着空旷的广场发呆，想象这里本该有的歌舞升平。这种空旷剥离了旅游景区的商业外壳，只留下了建筑骨骼的纯粹。拍出来的照片会有一种千山鸟飞绝的清冷感，一种仿佛穿越到古代某个萧条午后的错觉。它或许缺乏灵魂的躁动，缺乏烟火的温度，显得有些假，有些不真实。但在这个拥挤的世界里，这种不真实的寂静，这种宏大的孤独，何尝不是一种稀缺的奢侈品？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像一句未说出口的相思，等待着那个能读懂它沉默的人。9. 南宁欧洲风情小镇。在南宁的郊野，在一片亚热带的甘蔗林与红土地之间，兀自生长出一个异域的幻想。这便是欧洲风情小镇。名字听起来宏大而浪漫，仿佛承诺了一场跨越万里的迁徙。但当你真正抵达，你会发现，这是一场关于错位的现实主义幽默。这里原是名扬农场的一处办公与休闲区。巨大的白色风车在这片并不多风的内陆山丘上静止不动。尖顶的教堂，彩色的尖顶小屋，红色的电话亭，试图在这片烈日炙烤的红土地上复刻出北欧的清凉与童话。然而，亚热带的阳光是无情的，高强度的紫外线让墙面的色彩有些许褪色，湿热的季风让建筑的边角染上了岁月的斑驳。这种维护上的力不从心，让整个小镇呈现出一种略显陈旧的质感。如果你带着挑剔的眼光，你会觉得这里有些照片。范围并不大，一眼便能望到尽头。背景里偶尔探出的电线杆或本土植被，会瞬间打破异域的滤镜。它像是一个未完成的梦，或者一个散落在乡野间的玩具盒。肉眼看去，它显得有些单薄，有些力不从心，甚至带着一丝土味的可爱。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摄影师眼中的调色盘。如果你懂得取舍，懂得用镜头去裁剪现实，避开那些杂乱的背景，只截取那面明黄色的墙壁，那扇墨绿色的窗户，那个在蓝天映衬下的风车叶片，你会惊奇地发现，照片里的它依然能营造出一种油画般的质感。阳光在这里变得慵懒，时间在这里变得缓慢。它适合那些怀揣着少女心的人，适合那些想要在平淡生活中寻找一点色彩点缀的人。它或许不是真正的欧洲，但它是这片红土地上人们对于远方，对于童话，对于另一种生活方式最朴素的向往与模仿。这种努力本身就带着一种笨拙而温情的浪漫。10. 南湖公园。最后，我们将目光投向这片水域，投向南宁人最熟悉的南湖公园。如果说之前的每一站都是精心策划的旅程，那么南湖就是生活本身。这里没有奇观，没有幻境，没有强烈的感官刺激，也没有刻意营造的氛围。它就是一个公园，一个普普通通、干干净净，属于每一个市民的公园。在这个打卡盛行的年代，南湖显得过于平淡了。它没有惊艳的建筑地标，没有必须要尝的网红美食，也没有能让你瞬间出片的奇特造景。如果你是一个追逐视觉奇观的游客，你或许会觉得它乏善可陈，甚至有些无聊。因为这里只有树，只有水，只有路，只有人。但是
请不要急着离开。试着在黄昏时分沿着湖边的跑道慢慢行走，你会看到这座城市最真实的表情。那是戴着耳机挥汗如雨的跑者，他们脚下的步伐是这座城市向上的心跳。那是推着婴儿车散步的年轻父母，那是坐在长椅上听收音机的老人，那是草坪上追逐打闹的孩童。这里的每一棵榕树都见过无数次的日升月落，这里的每一寸湖岸都记录着无数平凡人的喜怒哀乐。南湖的美在于它的空，它在密集的城市建筑群中奢侈地留出了一大片水面。当夜幕降临，花灯初上，这片看似平淡的湖水便化作了一面巨大的镜子。远处的摩天大楼，那些代表着城市高度与野心的天际线，此刻都温柔地倒映在水中，光影在波纹中破碎、摇曳、重组。真实的世界是坚硬的，而水中的世界是柔软的。除非你对拍摄湖水倒映城市天际线有着特别的执着，否则从旅游观光的角度看，它确实没有惊喜。但这种没有惊喜，恰恰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安全感。它是城市的留白，是生活的逗号。它允许你在这里不看风景，只看内心，允许你在这里不做游客，只做回一个呼吸着、行走着的普通人。在这里，平淡不是乏味，而是一种被过滤后的纯净。它是所有旅途终点，那个让你想要停下来、解开鞋带、长出一口气的地方。我们的旅程从自然的鬼斧神工开始，在市井的平淡日常中落下帷幕。南宁这座绿城，它从不只有一种面孔。它是方特神话里的金碧辉煌，也是三街两巷里的青砖黛瓦。它是青秀山上的云卷云舒，也是南宁之夜的霓虹闪烁。它是相思小镇的寂寞守候，也是南湖水面的温柔倒影。它宏大也微小，它古老也年轻，它喧嚣也静谧。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在这片亚热带的土地上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支丰富的复调乐章。云旅游的终点不是屏幕的熄灭，而是向往的开始。这些文字只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真正的南宁，那湿润的风，那酸辣的味，那满眼的绿，那璀璨的光，依然在那里。在北回归线以南，在邕江之畔，静静地等待着你的亲自抵达。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